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镜版手撕包菜这个家常菜。视频很长，虽然很长，但是干货很多。首先跟大家分享如何挑选这个包菜哈，这个叫牛心包菜，这个叫莲白。我一般选包菜，我就拿在手里面掂一下，看它的重量，因为包菜我们选择重量越轻的越好，越重的话就说明它的里面的杆就越多，杆就越多的话，它这个叶子就少，所以就炒出来就没那么好吃。首先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切这个包菜。包菜不管是牛心包菜还是圆白菜还是莲白，切法都是从中间一刀切开，然后把这中间这个梗这样子切掉，很简单。这个的话就不要扔，用来做泡菜或者什么的。之前有粉丝问手撕包菜是不是有个叫什么手撕味，我一直想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叫手撕味。手撕包菜没有固定的调味哈，它就是说，只要你用手撕出来就行。为什么要用手撕呢？就是要把这个叶子和杆分开来。像这种杆的话，它这个筋是很厚的，像这种就用来做泡菜就可以了，是这样子撕的。我们这个包菜在酒店里面，或者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确实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，这个包菜确实是只洗表面这一层，冲下水，里面是从来不洗的。为什么不洗呢？包菜是一个比较强火候的菜，如果洗了包菜的话，就要晾很久，把水分晾干。然后呢，如果不晾干的话，直接下锅炒，会影响这个菜的温度，温度降的比较低，这个菜的话就不好吃。炒包菜最重要的就是火候，火候要它的锅气一定要炒出来。所以包菜上面如果水分比较足的话，没有锅气而言。然后呢，家庭里面有很多粉丝他炒这个，没有锅气，炒的话因为火比较小，容易出水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利用技术来完美规避这些问题。通常来说，这么一个包菜的话是1斤半左右，但是这个梗都可以撕出半斤来。这个牛心包菜的梗比较多，然后呢，像这个莲白的梗就比较少。你看，别看它这么大一个，实际上的话它只有2斤多一点点，而这一个的话都有1斤半。然后像那个圆的实心包菜的话，那个梗的话就更多。那梗越多，其实越划不来。如果要吃包菜，我建议还是买这种，莲白。你看这个包菜是不是没有水，非常好炒。然后大家觉得这么一盆炒一份其实差不多了，但是这个包菜它是会有一点缩水，要多加一点点。手撕包菜其实就是手撕，不存在什么手撕味。还有粉丝问这个是就是同一个粉丝，他说手撕味是不是固定调料必须放醋、酱油什么的？没有必要，只要放你喜欢的调料就可以了，但有个前提，必须手撕。现在准备一下辅料，辅料的话就我准备2个辣椒，一个是子弹头，放几颗，一个是这个灯笼椒，也放几颗。手撕包菜里面最重要的，如果是炒辣的话，一定要这个辣椒籽筛一点籽出来。这个辣椒籽是很香的，炒在里面。没有辣椒籽的话就不香，有一点就行了。好，切点这个大蒜，蒜只需要切成片就行，特别简单的一个菜。好，准备炒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来开火，水准备足。首先我炒这个的话，跟大家分享，先焯水。其实焯水也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熟，让它不出水。先把水烧开，加一点点盐，
很多粉丝可能会疑问，甚至我们同行会疑问，这个为什么焯水呢？焯水炒出来包菜就不好吃。但是我这个是针对家庭小灶火力不够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技术弥补。也有很多粉丝说我们这个手艺的话太家常了，里面没有什么技术。类似于这种视频的话，一进我就会讲一些平时在教学里面讲不到的一些技术。因为现在一进的话不用剪，我可以慢慢说。然后这个放一点油，放下去，水开了下去焯一下水。焯水呢不要焯熟，焯个3-4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水沥干。好，然后洗锅。现在包菜已经有4成熟左右了，现在要炒锅气，火要大。这一步呢，只放油，其他什么都不放。好，下锅。开大火爆炒几下。好，倒出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点要糊不糊的这种感觉？这种焦香味很足哈。现在还没炒好，不要以为炒好了。然后重新洗锅。好，剩下的一步，加点这个猪油，猪油不要多哈，油一定要少。把这个辣椒爆香。还有这个辣椒籽，爆出胡辣味。好，下去。你看，开始调味，放盐，放一点点味精，放一点点白糖，然后放一点酱油，锅边入，放一点点醋，锅边入，然后翻炒几下。关火。你看，特别简单的一道菜，看到没？这一个菜的话，既熟，然后又少油，还有一个呢有锅气。我们为什么说炒这个凉白，我最后用猪油呢？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都试过，冬天嘴巴已经裂开了，在嘴上涂一点猪油的话，就会很润。好，可以了，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你看啊，这个包菜，看到没？是吧？少油版本，然后呢香味够，然后这个辣椒也爆香了，然后吃起来一样的脆。我先吃一个给大家尝一下。一样的很脆，然后吃起来也不会水垮垮的，特别简单。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包菜焯完水之后，把这个水沥干一点，然后把锅里面烧热一点，包菜直接下去炒，炒到这种有点焦香的这种感觉，又把它倒出来。倒出来的是第2、第3步，爆这个辣椒，还有这个蒜，把它爆香。辣椒蒜爆香了之后，再加这个包菜下去，然后就开始调味，就翻炒出来。这样子的包菜炒出来的话，第一呢少油，第2呢够香，第3呢够脆，就很简单。很多我之前任职的川菜馆里面，包菜第一不洗，撕开直接炒，它就没有什么水。但是有个缺点，就是直接生炒了，油重，然后炒出来油比较多。如果说喜欢少油的话，
就用我这个方法，也很不错。这个就是用技术解决了一些问题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后面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，就是你在教学之外看不到的东西跟你分享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